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今天咱们来说点技术项的东西啊。这个币圈很有意思，大家可以观察到，炒币的新手们都对技术分析深信不疑。那今天呀，面具人我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技术分析到底有没有用。在节目的最后呀，再给大家来讲一个好消息。OK， 转发我的节目到3个平台以上，就可以得到我的鱼类蛋蛋的抽奖机会。顺便呢，我再增加一个特别奖，就是赠送价值至少$500的100个香蕉币，作为转发这个节目的奖品。好，如果大家想参与抽奖的话，就积极的去转发吧。25号咱们开奖啊，送这个香蕉币。节目开始之前呢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好，先来说一下技术分析有没有用。其实我觉得啊，技术分析它只是一个技术工具而已。它就像所有的工具一样，它有没有用，取决于你用它来做什么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一直以来是反对过于迷信技术分析的。面具人说过，技术分析只能用来分析和判断当下的状态，但是它没有任何预测的功能。而且呢，事情未来的发展并不受你个人控制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大多数的个体投资散户，他们却更多的用技术分析去预测未来，并且呢深信不疑。这也就是为什么绝大多数迷信技术分析的这些人，他们都赔钱的原因就在这里。越是看技术分析炒币，越容易亏，越是亏了，这些人就会觉得，自己的技术分析没有学到家，就会越去分析，就越看，然后呢就陷入死循环了。其实大家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啊，那就是市场的币价每分每秒都有成千上万的买方和卖方，对吧？每个人都是不同的，这些人呢你也都不认识，所以你是无法知道这些人明天的行为的。不仅如此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问你们，你们思考好再回答啊。你明天会尿几泡尿？你明天准备吃什么？你明天准备买什么？买多少？卖多少？你自己都无法保证，对不对？你自己都不知道，更别说你明天要知道成千上万人他们的行为，他们接下来会干什么，而且要知道他们的结果。这些事情只有神能知道，只有上帝才知道，所以呢，你是不可能知道的。你甚至连这些人的名字是谁都不知道，他们的行为你怎么可能知道？所以呢，你怎么可能知道无数的变量涨跌的结果呢？所以呀，人呀，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过多的事情，尤其是把自己当神看。上帝的事情就让上帝做，人呀，我们只能守本分，可以超越极限，但不能冒傻气儿，对不对？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再延伸挑战一下自己的能力上限。可是呀，不要有那种愚蠢的幻觉，自我安慰。还有些人说他可以预测庄稼这个问题呀，面具人我觉得，除非你能够跟庄稼直接合作，得到最精确、绝对完美的数据，掌控生杀大权，就像交易所玩不过随时可以拔网线一样，否则呢，庄稼机构也有千千万万家，你连他们是谁，他们的投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，他们的资金实力有多少，你都不知道，你怎么可能去预测庄家的行为呢？更何况全世界每天都有投资机构在倒闭和崛起，庄家也有风险，对不对？所谓的那些 K 线呀、马后炮呀，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幻觉。你看 K 线只是结果，说白了，就像你看一个人按照他的影子来预测他下一步会怎么走是一样的。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幻觉。影子和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关的，但是呢，他们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控制关系。如果说有，很可能是因果导致的，就是人行走才会有这个影子去动，是因为有人才产生了影子，而不是因为影子控制着人怎么走。所以说，你去用影子来判断他接下来会怎么走，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。你们可以看到啊，很多时候技术分析甚至不如看新闻来的准，这是为啥？
这就是因为当你看到 K 线的时候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你看到的是已经出来的结果，然后呢，你拿这个结果去预判明天，那不知道明天的可能性会更多呀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？你们记住了，永远都是政策在先， K 线在后，别听那些什么博主给你洗脑，说政策都反映在 K 线中了。你们仔细再思考一下这句话，政策都反映在 K 线中了，这个话本身就是一个矛盾，反映它也需要个时间嘛，对不对？我就问你们，是习近平嘴里一句话快，还是说等你听到了习近平的话再去做市场，然后再反映到 K 线上，然后再把这个 K 线画出来快呢？对吧？这是傻子都能明白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在无限的变量中，陷入这每次的操作概率中，每次的操作概率又是单独的变量，资金量、比例、品种都不一样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赔钱。人呀，这个财运和机会一辈子是有限的，你不可能在无限的变量中每次都赚钱。如果说你陷入这种变量的循环当中，你亏钱是一定的。很多人说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有规律，对，自然是有规律的。但是面具人，我想说，技术分析和自然规律还不一样。太阳只有一个，所以呢，它永远都是东升西降。这么说好像是没问题，但是呢，你把这个范围拉大到全宇宙呢？全宇宙的太阳不会是所有的太阳都是东升西降吧？更别说人类有数以万计、亿计的人，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没有规律的，是不可控的。说不定他明天心脏病就犯了，就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呀，技术分析到底准不准，你心里面应该能有个秤了。好，继续说 K 线的事儿啊。首先，按照某些技术分析大师的选币逻辑，我们可以随便选两只技术形态特征相同的币。可是呢，你把这些币过上1年时间，把这个时间跨度再拉长一点，你就会发现这两种币的走势完全不一样。你也可以选2支票、1支票都可以选，找到技术形态特征一样的2个时间点，这个不难。如此来进行技术对比，因为这个币是这样走的，所以呢，那个币也会这样走，掐头去尾。然后呢，看起来说的头头是道，看起来这个走势真的是如他所说是一样的。但是呢，随着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，你就会发现他们后面的走势，甚至前面的走势差距是巨大的。这种类似的走势，你们不需要看 K 线大神给你们画，你们只需要自己打开软件，随便花个几分钟，找上个几支票，就能找出来很多类似的，掐头去尾就能做得到，非常简单。很多事情呢，你永远只能看 K 线大师画昨天的 K 线、去年的 K 线，边画边告诉你，看这个走势是这样走的，如我所说，看那个是这样走的，也如我所说。你看他们这样子走，他们就应该那样子走。可是你却忽略了，他们这明摆着就是对着已经发生的事情在讲呀。然后呢，你还信以为真，就这样呢，用这种话术先套住你。其实他只是在马后炮，但是你一旦信了他这部分的铺垫的话，你被他 PUA 了的话，接下来他就会给你画未来的 K 线了。看，因为我之前说的这么准了吧，所以呢，接下来的这个线也会这样子走的，叭叭叭叭叭，那样子走的，叭叭叭 ，U 型底，碗形走啊，蛇形走势，某某形态，对吧？我们观察这些 K 线大师，他们画 K 线的时候啊，非常的自信，看起来这个线横着画，竖着画呀，宏图霸业尽在掌中呀，神笔马良，仅仅凭一个鼠标上的画下来的线，就能直接控制现实世界的走向，直接达到修改现实的目的。面具人，我觉得能做到这种能力范围的，也只有集齐无限宝石的灭霸能做到，或者是如来佛，或者是上帝能做到这种事儿吧。你看，技术分析理论有什么波浪理论呀、缠论呀、江恩呀、2B 形态呀、胸罩形态呀，可是他们的信徒的下场
基本都是爆仓。各位观众，其实你们有精力去研究什么 K 线该怎么画有艺术感，不如多学点知识，比如仓位管理呀、避险呀、投资策略呀，或者是产品延伸。一说到产品延伸，我给你们举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，比如 SLP。很多人持有 SLP， 可是呢，有些人持有 SLP 是100%赚钱的，并且呢，已经赚了很多钱了。他们是不可能亏的，为啥？不告诉你，自己去补课。可有些 old school 呢，他们的 SLP 宁可血亏割肉，也不愿意去学习知识，来保证自己盈利，就是跟钱过不去，有钱任性。其实目前主流的投资机构呀，更多的是选择基本面、政策面、信息面去驱动。你在这些大机构啊，正规公司，你几乎看不见那些什么玄学的、神呀鬼呀的技术分析的踪影，他们更多的是争取完善的数据管理和市场以及政策的支持。现在市场上的强者几乎都抛弃了技术分析，他们做的是能控制住的事儿，未来咱们控制不住，对不对？可为何还有散户觉得，自己鼠标一画就能算准机构准备干啥？技术分析的迷信者喜欢说，技术分析是散户最可靠的武器。然而呢，市场上的庄家呀，这些科学的机构呀，他们已经不用技术分析作为投资指导了，他们是用最科学的成熟的管理方式，散户们却用玄学去预测机构的科学。这就像太极打 UFC 是什么下场，大家应该都懂的吧？然后呀，大家再来思考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技术分析这么的不靠谱，却还是有很多大 V 在鼓吹呢？原因非常的简单，那就是专业的机构分析师都只能处理当下的数据，做出专业的评估，没有一个专业的金融从业人员敢给你拿起一张纸一个笔就乱画，给你预测未来。这样子做他们是找不到饭碗的，听懂了没？可那些博主们呢不一样，他们就是要靠这个画 K 线来找饭碗的呀。他们凭什么就能拿到一个币一个鼠标，唰唰唰画2下就能宏图霸业尽在鼠标呢？技术分析貌似是可以分析所有的股票呀、币呀、市场呀，那实际上这些大 V 博主的核心竞争力源自于他们的写作能力和营销能力和包装能力，其实跟咱们去算命是一样的。他们自身的财务水平以及知识储备并不足以支撑他们靠金融吃饭。如果说他们的技术分析真的那么的准，炒币早就发财了嘛，何必天天做节目赚广告费呢？对不对？面具人，我都不想做视频了，说实话啊，你看我现在做节目的这个频率已经拉得很开了，知道吗？因为你看我说实话 ，X 呀，还有香蕉币呀，还有我的 Cake 呀，每天都给我产生非常多的被动收益。原来面具人我一天啊一个视频至少，而且一个视频至少都是40分钟、50分钟，对吧？你看我现在2-3天发一个吧，一个也就是10几分钟。一方面呢是因为我这个身体原因，一方面呢也确实是干不太动了啊，也不靠这个吃饭了，对吧？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家憋得慌、闲得慌，想找点观众说说话、聊聊天，我还真不搞这些了。但是呀，我也没有说我能宏图霸业尽在掌中啊，我没有说我能预测未来啊，我做事情也有可能做错啊，我不是神，我也不造神啊。就像我真的前2天也没有说100%啊预测的那么小数点精准啊，我这个线怎么画，那个线怎么画，我一会儿再说这个问题啊。咱们继续说这个技术分析的问题。其实呀，你们不知道，分析盘面最简单的就是技术分析，因为做什么技术分析，画什么 K 线，不需要有商业经验、营销经验，甚至更多的前沿知识。你只需要打开软件 K 线图，横画、竖画、上画、下画，然后呢口才好，自圆其说，就能说得头头是道啊。
而拿着几万块钱进入市场想要暴赚的这些傻逼懒惰的散户们，就喜欢听这种心理按摩啊，宏图霸业尽在掌中，鼠标一拿 K 线一画啊，世界都在我手里的那种感觉。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失败，很多东西不能在他手里掌握。人嘛，他的这个安全感，这个自信来源就源自于掌控感，对吧？控制感、确定性。那这种内心脆弱的人就很容易被这种骗小孩的把戏给控制，是吧？刚好又因为自己的知识贫瘠，脑子懒惰，不肯付出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更多的新鲜知识，比如财务分析、行业分析、筹码分析、仓位管理、营销学、宏观经济学、心理学、社会学等等等等。动脑子是很累的，还不如拿起鼠标挥洒人生呢。天下霸业尽在我手，有那种掌控世界的感觉，那种爽快感。好，最后再来说一下比特币啊，我不画 K 线啊，我之前预判比特币这个月很难破5万，我也有可能会打脸，我也不是什么，我刚才说过了。目前来看呢，比特币这2天连续冲击4万9的大关，差一点点都冲到5万了。那面具人我说比特币这个月很难破5万，有可能是守不住了。所以呢，我之前已经在节目里面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做空，想做短线的可以单独拿钱出来，做点小波段。就像我前2天推香蕉币的时候给大家说过，想入香蕉币的，把你的 Cake 呀，其他的币也不要动，就像我一样，我的 Cake 我也不动，因为我一动，我很有可能就被甩下车了。所以呢，我建议单独拿钱出来入香蕉币。我们来看香蕉币现在呢，已经从我当时推荐的 3.3 涨到了 4.5 了啊，马上就要翻倍了。不过这个币翻倍是迟早的，也是沾了比特币整个大盘最近行情好、投资信心上涨的一个光。你看比特币从4万5左右到4万8左右，在这个区间内呢，我觉得还是可能会出现波段的。其他的币也可以参考这个比例啊，找入场时机。在车上的观众朋友们，尤其是持有香蕉币、蛋糕币的这种币的人啊，就没有必要轻易下车了。咱们不能控制市场，咱们也不能拿个鼠标画个 K 线就挥洒人生，对不对？咱们只能控制自己，是不是？我个人感觉啊，散户这几天都在期待比特币破5万美金。可是呢，你看这比特币，它到了49800、49700，就差200-300块钱，它就是不过5万，哪怕49800，就差那200块钱，其实它完全是可以破的。那根据这个现象啊，我们可以大致判断一下，就是大数据都在测试这个关键点。毕竟嘛，做生意利润最大化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呀，大家只用考虑市场，不用去看太多的 K 线，不要迷信那个玩意儿。你只用分析市场心理学。如果说咱们考虑一个简单的问题啊，就是比特币在破5万之前，散户进场的很多，那它就有可能不会破，反而呢会下杀一部分。如果说在破5万之前，散户进场的很少的话，那就有可能要靠破5万这个吉利数字来激起市场信心。等它破了以后，吸到了非常足的筹码，再下杀一波，但也不要杀太狠，套利，这个是最关键的，对吧？这些行为都是短期的波段思路，你能想到，庄家更能想到。纵观整个市场呢，整体还是要崛起的，所以呢，大家还是要放弃空思维，拿好有被动收益的币，尤其是蛋糕币、香蕉币这种币的本身就能涨，而且呢还有高收益的质押挖矿，每天都能保证你有被动收益，冲抵风险，对吧？每个月它的这个挖出来的矿就能冲抵一下这个涨跌的亏损。所以呢，这个币它涨了更好，它跌了的话，你也能够抗险，或者是买上很多 XA 去打 SLP 都行，对吧？面具人，我的 XA 都是我的弹药库、军火库，这些都是投资思路，与 K 线无关。
如果大家想要更多的潜力项目和投资思路的话，请看这是我的 Line ID Maskman996，添加我办理会员手续，这些都与 K 线无关。哎，就是分享入场的消息、行业分析、新项目的这个占坑机会。或者呢，你也可以去报名参加那些 K 线艺术班，画个画，哎，宏图霸业尽在掌中，随意的可以挥洒人生嘛。祝你好运，拜拜。哦，对，挥洒人生可以，但是呢，先看看口袋里面的钱够你挥洒几下啊。